塑料袋长久以来一直被用作保存食品的工具，尤其是在超市购物时，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方便。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环境和健康问题浮现，人们开始担心塑料袋是否真的安全，特别是在冷冻或加热的情况下，塑料可能会释放有害化学物质，如塑化剂和其他添加剂。这些物质被疑似与一系列健康问题有关，包括内分泌、紊乱和癌症。针对这一问题，科学家们决定进行一项研究。他们选取了市面上常见的几种塑料袋，将它们放入与冰箱相似的低温环境中，并在此基础上模拟食品的存在。通过一系列的化学和生物实验，他们测量了塑料袋在这种环境中所释放的化学物质，并研究了这些化学物质是否具有毒性或致癌性。实验结果显示，确实有一些塑料袋在低温环境中释放出了微量的化学物质，但这些物质的量级远低于国际食品安全标准。这意味着，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这些塑料袋并不会对人体造成显著危害。但是，科学家们也发现，当这些塑料袋被加热或处于高温环境时，释放的化学物质量会显著增加，这可能会增加健康风险。但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塑料袋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塑料袋根据其生产方法和所使用的原料会有所不同。一些塑料袋可能含有较多的塑化剂和其他有害化学物质，而另一些则相对安全。因此，消费者在选择塑料袋时，应尽量选择那些标有食品级或无毒的塑料袋，并避免将它们用于加热食品。同时，虽然这些塑料袋在正常使用下可能是安全的，但长期累积的微量化学物质摄入，仍然可能对健康造成潜在威胁。因此，为了健康和环境考虑，消费者应尽量减少使用塑料袋，并寻求更环保的替代品，如布袋或玻璃容器。此外，冰箱的环境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除了温度，还有湿度、食品的种类和保存时间等多种因素，都可能影响塑料袋中化学物质的释放。为了更准确地评估风险，未来的研究还需要考虑这些复杂的交互作用。为什么我们如此依赖塑料袋？塑料袋因其便捷性、轻便性和低成本，在20世纪迅速取代了传统的包装材料。无论是超市购物还是日常储存，塑料袋都成为了人们的首选。然而，这种便捷带来的并不只是实用性，随之而来的还有环境和健康上的隐忧。当塑料袋被丢弃后，它们不会像其他有机材料那样迅速分解，这些袋子在环境中会逐渐分解为微塑料，进而进入食物链，影响生态系统的健康。而当我们吃下这些受到污染的食物，微塑料也可能进入我们的体内。虽然关于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还尚未明确，但其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在此基础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限制或禁止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鼓励人们使用可重复使用的环保袋。这不仅可以降低塑料污染，还可以减少对有毒化学物质的暴露风险。然而，只关注塑料袋可能是短视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其他的塑料产品，如食品包装、饮料瓶和玩具等，也可能存在相同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重新考虑我们对塑料的依赖，并寻找更健康、更环保的替代品。从这个角度出发，减少对塑料的依赖不仅是为了我们的健康，也是为了地球的未来。我们每一个小小的选择，都可能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星球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回到冰箱中的塑料袋，尽管实验表明其在日常使用下的风险相对较低，我们仍应该对它们保持警惕，尤其是当它们被用于储存高脂肪或酸性食物时，这些食物可能会加速化学物质的释放。因此，最好的建议可能是尽量使用食品级的塑料袋，并避免将它们用于长时间的食品储存。同时，考虑到塑料袋对环境的影响，我们也应该尽量减少使用，并寻找更可持续的替代品。这样，我们不仅可以保护自己的健康，还可以为地球做出贡献。崴个脚蜜没了，提醒：这个习惯很危险，很多人还在天天在做。首先，扭伤如果不立即进行冷敷，可能会引起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导致肿胀和疼痛加剧。长时间的肿胀不仅会影响关节的正常活动，还可能因为长时间的压迫导致周围神经受损，引发神经痛。此外，扭伤后不当的活动，比如继续走路或者做一些不适当的运动，都可能会加重损伤，增加恢复时间。再者，扭伤不仅仅是软组织的损伤，有时还可能伴随有小骨折。如果不及时进行 X 光检查，小骨折可能会被忽视，长期以往，
可能导致关节变形，甚至发展成为慢性关节炎。而一旦形成慢性关节炎，不仅治疗难度大，还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对于扭伤这样的小伤害，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 RICE 原则，即休息、冰敷、压迫和抬高。在伤后立即采取冰敷可以有效减轻肿胀和疼痛，压迫包扎可以防止伤口进一步扩大，抬高伤质可以减轻肿胀。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改变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导致伤害的危险习惯。像小李一样在家光脚走路，可能会因为不经意的碰撞或扭伤而受到伤害。家中地面如果有不平处，应及时修整，以防止跌倒或扭伤。同时，家居环境的安全也不容忽视，应避免地板上有水或其他滑的物体。对于经常需要进行体力活动的人来说，适当的热身和拉伸也是预防扭伤的重要手段。通过热身，可以提高肌肉和关节的温度，增加其弹性，减少运动中可能出现的损伤风险。拉伸运动能够提高肌肉和关节的柔韧性，增强其对突然冲击的承受能力。此外，穿着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穿着不适合的鞋子行走，尤其是高跟鞋和一些时尚但不舒适的鞋，也是导致扭伤的常见原因。选择合脚、支撑性好的鞋子，对于保护足部和踝关节十分重要。在选择鞋子时，舒适和安全性应当放在时尚之前。在日常生活中，还应当注意保持一定的体力活动，通过锻炼增强身体素质。肌肉力量的增强可以更好地保护关节不受伤害，同时也可以提高身体对于意外冲击的适应性。然而，在锻炼过程中也应注意方法，避免过度训练和不当的锻炼方式。对于老年人来说，房爹宜多关注家中的安全性，如使用防滑垫、保持室内光线充足、安装扶手等措施，都可以减少跌倒的风险。对于有慢性关节炎或是关节不稳的老年人，适当的关节保护器具使用，也是预防扭伤的有效方法之一。最后，一旦发生扭伤，切不可大意，及时就医，按照医嘱进行治疗和康复。而且，在恢复期间，也要根据自身的恢复情况逐步进行功能锻炼，以便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和工作。通过上述措施，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因为一些日常习惯导致的扭伤事件，守护我们的健康。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最危险的并不是那些看上去很大的伤害，而是那些被我们忽视的小伤害。只有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我们才能真正避免潜在的风险，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安全。散步作为一种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非常适合的锻炼方式，有助于增强心肺功能、控制体重、提升心理健康等。然而，医生确实告诫，到了60岁以后，在散步时需要注意避开以下3件事，以确保散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第一，避免散步时间过长。有些老年朋友啊，觉得一天散步2小时还不够，退休之后时间多了，一天走上4-5个小时的都有。短时间内可能没啥感觉，但长期这么下去，膝盖很容易出问题的。等到膝盖开始疼、肿了，那时候再后悔可就晚了。咱们得知道，随着年纪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会慢慢下降，关节会磨损，肌肉力量也会减弱。长时间散步，关节和肌肉都容易疲劳、受伤，说不定还会让关节炎等疾病更严重呢。所以啊，老年人散步的时候，得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合理安排时间。一般建议每次散步20到30分钟，最长别超过1小时。要是觉得累了或者不舒服，就得赶紧休息休息。第二，警惕膝盖发出的信号。在散步时，确实需要警惕膝盖发出的信号，因为这些信号可能是膝关节健康问题的预警。膝盖疼痛。膝盖疼啊，常常是膝关节出了问题的信号，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关节炎、半月板损伤、韧带撕裂等等。疼的厉害不厉害，还有疼的具体位置，都能帮我们初步判断是哪里出了问题。要是散步的时候觉得膝盖疼了，那就得赶紧停下来休息。要是疼痛一直不减或者更厉害了，那就得赶紧去看医生，找出疼痛的原因，然后好好治疗。2. 膝盖肿胀。膝盖肿起来啊，多半是因为关节里面有积液，或者是周围的组织发炎了，这时候可能会觉得疼，活动起来也不那么方便了。要是发现膝盖肿了，就得注意别再让关节受累，比如长时间走路或者提重物都不行，可以试试冰敷、把腿抬高这样的方法来消肿，然后赶紧去看医生，听听专业意见怎么治疗。3. 膝盖异响。
散步或者动一动膝关节的时候，要是听到明显的摩擦声或者咔嚓咔嚓的声音，那可能是关节软骨磨损了，韧带变松了，或者关节里面有游离体。膝盖发出这样的声音，可能是膝关节有潜在的问题了，得重视起来。建议赶紧去看医生，做个详细的检查，这样问题就能早点发现，早点治疗了。第三，忽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老年人在散步时，可能会遇到胸闷、气短、恶心或头晕等不舒服的感觉，这些都是身体在告诉我们，需要休息一下，最好找人帮忙看看。所以，散步时得时刻留意自己的感觉，一旦不舒服，就要马上停下来，好好休息一下。要是症状一直不缓解或者更严重了，那就得赶紧去看医生。说到散步，其实有个小窍门，走1-2天就休息1-2天，这样膝盖就有时间好好恢复了，这样膝盖才能更健康，以后走路才能更远更轻松。最后，老年人还可以考虑吃点钙质和氨基酸葡萄糖，它们就像是膝盖的小助手，能帮软骨细胞更快修复，对保护膝盖特别有好处。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散步的时候不用刻意减少次数或者缩短时间，不过呢，得留意散步的时间长短，姿势对不对，还有身体给出的各种信号，只要安排的合理，细节上多留意，散步就能成为咱们老年人保持健康、延缓衰老的一个好方法。另外啊，老年朋友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体状况，选一些别的合适的运动方式，比如太极拳、广场舞、慢跑等等，让运动生活更丰富多彩。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的新陈代谢能力变差之后，体能也就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疾病都热衷于盯上中老年人，再加上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所以上了年纪之后就是一身的毛病。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专家们都在强调身体健康要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保养起来，不然老了之后生活就会比较艰难。毕竟年轻的时候都在为了自己的前途奔波，难免会比较消耗身体，辛苦了大半辈子以后，退休了要是没有个好身体，根本没有时间享受生活。年轻时候欠下的账总归是要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在老年时期总是出现各种问题，像不爱运动、不注意自己的饮食习惯、熬夜等等，这些都是对我们的健康危害极大的劣质生活习惯。那么如果看这篇文章的你已经步入了中老年期，应该如何爱惜自己的身体呢？我们总觉得勤快才对，所以很多中国人忙忙碌碌一辈子都没找到真正的自己。有时候我们觉得对身体有益的事情，其实可能会损害身体。这几件事，老年人别做得太频繁。一、过度清洁。很多人阳了后都会有点洁癖，那时出门一趟回来，得用酒精给全身消毒，然后赶紧洗澡。但过度清洁对身体并没啥好处，只能让我们心里舒服点，还会损伤皮肤表面的油脂和天然屏障，破坏皮肤的保护功能。天天洗澡会使皮肤变得干燥，易受刺激和感染，增加皮肤问题的风险。频繁清洁会把皮肤上的正常菌群和天然保湿因子都洗掉，让皮肤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物的影响，过敏的几率也就变大了。这是因为我们的皮肤一般呈酸性，能帮我们有效抵御细菌和其他有害物质。如果我们总过度清洁，会让皮肤酸碱失衡，碱性太强，皮肤自我保护能力就会下降。清洁太多会把皮肤的天然油脂保护层洗掉，导致皮肤缺水、变干、变糙。而且皮肤上有益生菌和有益菌，它们对维护皮肤健康很重要。清洁过度会导致皮肤上的菌群失衡，从而增加炎症和感染的几率。因此，中老年人保持适度清洁和正确洗护习惯很重要，别过度搓洗皮肤。另外，保持室内湿度，多喝水也能改善皮肤健康状况。二、过度补充营养。近年，好多人都听说过老人过度吃保健品吃出副作用的事。现在市场上保健品种类繁多，不少中老年人被无良商家的广告忽悠，身体没毛病也想吃保健品。但其实这样做不但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没好处，还会让我们身体不舒服。中老年人新陈代谢减缓，身体活动减少，所以对能量和营养素的需求相对较低。过度补营养可能使摄入的能量和营养素比身体实际需要的多，引起营养过剩，然后引发肥胖、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健康问题。如果摄入太多维生素或矿物质等营养素，可能会加重心血管系统的负担，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比如摄入WAE过量，可能会增加心脏病、中风的风险。还有一些营养素
要是超量摄入了，可能会产生毒性作用，让人中毒。比如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这些我们熟悉的。这些营养素要是超量摄入，可能会伤身体器官，让人中毒。营养素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过度补某一种，可能导致其他营养素摄入不足，影响营养平衡。过度补营养，可能会隐藏健康隐患，让症状不明显，耽误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科学合理的补充营养才是最重要的，要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营养品，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补营养，别盲目跟风，过度摄入，不然对身体不好哦。3. 运动太勤。人老了，骨头会疏松，得注意保健，不然伤骨头。骨骼是我们身体的基础，如果骨骼不健康，那想做自己喜欢的事就难了。虽然常说要运动才能身体好，但中老年人还是得悠着点，别过度锻炼，给身体添伤。随着骨骼、肌肉和关节逐渐老化，运动能力和耐力也会下降。过度运动可能会增加受伤和拉伤的风险，尤其是在没有适应和准备的情况下。这是因为中老年人身体机能弱，过度运动可能会给心血管系统和其他器官带来较大负担。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可能会让心脏负担加重，增加的心脏病和中风的概率。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可能会让身体过度疲劳，免疫系统也会受到影响，增加感染的风险。过度运动对身体不好，特别是女性，可能会让月经不调，还容易骨质疏松。过度运动可能会让身体太累，人就会觉得疲劳，身体功能也会变差，从而影响正常生活和生活质量。对大多数中老年人来说，合适的运动量和强度很关键，他们得根据自身情况和运动能力，制定合适的运动计划。另外，大家应该要留意身体发出的信号，包括疲劳、疼痛和不适等。如果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运动，情况严重的话要及时咨询医生。健康的运动应该是适度、循序渐进的，有助于增强身体素质，促进心血管健康和提高整体生活质量。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延年益寿，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发挥出益处呢？接下来这几个长寿准则大家可要牢记了。4. 长寿的几大准则。1. 定时排便。能够每天定时排便就表示您的消化系统处于正常状态，身体内的消化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所以定时排便也意味着食物在消化道中被适当的消化和吸收，并且废物被有效的排出体外。同时这也意味着身体建立了一种有规律的排便节律，这种节律有助于维持肠道健康的正常功能和蠕动，预防便秘和其他消化问题的发生，这样能保持肠道健康，让粪便别在肠道里待太久，就能少吸收有害物质，降低得结肠癌等肠道病的几率。2. 心情愉快。一个愉悦的情绪对身体健康很重要，这是因为情绪和身体健康关系密切，会影响整体健康和幸福感。积极情绪和愉悦心态有助于免疫系统正常运行。有研究称，情绪稳定且愉快的人更不易得感冒、流感这类病，身体抵抗力更强。它还能缓解心理压力和焦虑，减少抑郁症、焦虑症等患病风险。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关系密切，稳定的情绪有助于全民健康。心情愉快和情绪愉悦对心血管健康有益。情绪稳定、积极的人血压更稳定，心脏病风险更低。良好的情绪有助于消化系统正常运行，降低消化问题和肠道不适的几率。还有心情愉快能让你更有胃口，促进消化液的分泌，这样消化吸收也就更好了。因此，保持积极的情绪和愉悦的心态，对保持身体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非常重要。锻炼、社交、放松等活动，能让咱培养出良好的情绪态度和心理素质，这对改善身心健康有帮助，也能让咱的生活更美好。3. 合理膳食。健康饮食对身体很重要，能直接且长久地影响健康，因为它能提供身体所需的各种养分，这有助于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和相关健康问题。合理的饮食结构和适当摄入能保持健康体重，别吃太多高热量、高脂肪、高糖的食物，这样能降低得糖尿病、心血管病等慢性病的风险，这对身体健康很重要，能提高生活质量，增强活力和抵抗力，保持身心健康的综合平衡。想保持健康，骨骼状态好，生活方方面面都得注意。年纪大了可得好好爱护身体，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健健康康、顺顺利利。